Hello， 大家好，我是锅巴老师努力记 Sam。今天呢是这个中秋节连假期间，可是很奇怪哦，今年的秋天啊，都到中秋了，天气还是非常之热，已经热到呢，好像快要没办法穿长裤骑车了。所以今天呢，因为这个连假期间，临时起意跟我们 Kelly 呢，想要来去我们平溪线上面有一个这个叫做菱角车站的地方。听说从菱角车站走路3分钟就可以到菱角瀑布啊！每次骑车就经过那个10分平溪那边，但从来都没有下去过。那趁着今天有这个中秋连假的空档，我们就来去简单的探险一下。那刚刚说了，因为天气太热，所以就穿短裤出门啦。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科学严选啊，提供锅巴老师这一套这个叫做 Dayco 绝世好裤 DAYCO 哈，就是简称 Dayco， 这台语不是 Dayco 嘛，短裤嘛，对不对？它是一个这个浅绿色的，然后呢，它另外有灰色跟黑色。那它这个裤子呢，穿起来非常的凉爽啊，非常适合这种天气来骑车。那刚好今天就这个骑小车啦哈，因为离我们家也比较近。再来就是呢，骑大车没有穿长裤，总觉得好像怪怪的哈。还是为了安全，骑大车我还是会穿牛仔裤的。那今天我们就穿着短裤来去菱角瀑布吧 ，Go！ 好，那我们就趁着这个太阳还没有西下之前呢，就踏上了这个旅程。其实当天呢，下午想要早一点出发的哦，可是早一点的话，天气就太热，所以我们一直等到差不多4点半左右，才从这个牌楼这边出发。但即使是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温度还是蛮高的，所以今天穿短裤出来骑车还真的是选对了哈。骑到一半来到了新北石碇的永定桥，在这边有一个空地哦，我跟 Kelly 就把车子骑进来，在这边拍了一些照片，让大家参考一下啊，我跟 Kelly 穿着绝世好裤 Dayco 的样子大概是什么样子。再往前骑一点，来到了新北平溪的平金桥金桐这一边哦。那我们发现天色暗得好快啊，于是呢，我们就决定临时改变计划，停留下来，在这个附近呢走走逛逛，也是蛮惬意的。很有意境，因为那个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山里面太阳下的比那个外面还快，因为山谷里面照不到太阳。对，还不到6点，这边就几乎快全黑，都开路灯了。我们就不去菱角车站了。对啊，很适合漫步，就等于我们骑小车来这个平溪线上浪漫的地方。这边就是有名的太子宾馆，不过它正确名称应该不是太子宾馆，它只是，传说中日本的皇太子曾经在台湾的日治时期，有说想要来这边。住一晚，不过后来好像没有来，但是大家后来都一直统称这边叫太子宾馆。这边是私人拥有的，然后它的庭院整理得非常漂亮。以前曾经也有公开让大家可以参观，好像是要预约的。以前有营业啊，可以泡茶啊，还是吃点东西啊什么的。它现在变成一件金桐，它以前是台阳矿业平溪招待所。招待所嘛，那就是有榻榻米啊，然后可以坐下来喝茶休息的地方。说不定日治时期会有那个艺妓过来帮你倒茶倒酒，会不会？好，我们现在往那个金桐车站那边去走一下。这边这个温泉商店，不是说这边有卖温泉蛋，或者说里面有温泉可以泡，是因为这个开店的老板以前叫李温泉，很有趣的店名的由来。这是社区的杂货店什么都有卖。你要喝饮料还是要吃炸物，什么都有，水果也有。这边到处都有这个，而且这是新开的吗？一件。这以前好像没有。新开的，哇，蛮漂亮的一件手作馆。他很聪明，他只用猫来当那个，而且还有日本的和服的。这是吃冰的地方吗？好像是咖啡啦，吃冰啦，这些啦。
哦，然后他还做了一个地图，让大家可以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这个一见金童刚才我们才经过，对不对？古美术生活。一件手作。哎，啊，这根本他们是一起的嘛？一件手作。名字觉得很像。哦。哦，现在会这样子哦。那这个本来是什么啊？现在会这样子把那个大家的愿望写在这上面。可是这不是竹筒饭的吧？竹筒看起来有点像，好像有点像。啊，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哎。如果竹筒饭完了，竹筒饭的那个东西就是洗干净，还可以拿来这边使用，也对，也不算变成垃圾嘛，对不对？不知道是国旅崩盘的关系呢，还是因为已经晚上了哦。这个晚上的金铜车站这附近，就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人。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反而变成了一个很好逛街的、很浪漫的时刻啊。这附近其实还是有店家哦，也都还是有开灯光的。所以我跟 Kelly 呢，就在这附近走走逛逛。如果那个邮政总局聪明一点，就是真的来这边收的话，那不得了了。对不对？大家一定会想要投东西在这里面，然后真的会寄到你家。促进观光就要这样做。到了这里就是金铜车站，金铜车站是一个木造的车站，然后全部白色的，所以看起来还蛮干净、蛮典雅的。金铜坑，这是无人车站。金铜车站是全台湾最老的木造车站之一哦。那我跟 Kelly 呢就在这边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呢喝杯茶，感觉气氛呢也是蛮浪漫、蛮惬意的。好，我们现在人在这个金铜车站，这是一个木造的纯白的车站，所以拍起来蛮文青的，对不对？好，金铜车站很简单的那个地图。好，跟大家这边介绍一下这个爵士好裤 Dayco 外表休闲裤。实际运动裤啊，外表休闲裤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它布料还蛮挺的，比起其他的短裤、运动短裤的话，布料是比较挺，而且是比较干爽。我觉得他们用料是蛮好的，这种布料就是亲肤性还不错，但是又不会把那个汗水吸进去以后整个贴在你的肌肤上，所以啊，夏天穿这个，或是说流汗的时候穿这个是蛮干爽的，蛮不错的。那再来就是它其实有做一些剪裁哦，像这边好像有拉链，但其实没有，它没有拉链，它是弹性的。然后弹性的这个绑带这边呢，也有蛮用心的，有做一个金属的头，所以以后如果真的久了，弹性比较疲乏了以后，可以用绑的哦，就不会让你在运动的时候掉下来。然后它的口袋做的蛮好的，哦，就是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口袋，里面是一个白色的那个口袋，然后会从底下拉底下会跑出来那种感觉。它的口袋是怎么样的？我放给大家看。它的口袋也是有设计到，现在很多人都会把手机直接放这边，大家看一下，喂，放进去不会有那种整个拉带的感觉。好，所以你这边的这个挺度还是有维持住，只是大家要小心一点啦。那相对来说，它就不会说像那种传统的口袋，就是自己自成一个圈在里面。好，那这个的话呢，因为它口袋的形状一直是保持一致的，所以如果你不小心这样，也是有可能会掉出来。好，所以如果你真的比较贵重的东西，手机放在这边的时候，就不要有太大的动作。那我自己的话是目前为止没有掉出来过啦。哦，如果你横放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手机的形状，但是相对安全一点。然后后面也有口袋，我也蛮习惯把手机放后面口袋的，但是可能会被偷，所以还是要小心。手机这种东西还是要小心一点。那它外表休闲裤、实际运动裤呢，其实也是因为它的弹性非常的好，跨度非常大。哦，你穿上它以后呢，你就算胯啊，我是不太会劈腿啊，但是如果胯很大，也不会感觉到有任何的束缚感。这个是我跟我太太穿上之后的第一个感觉。在家里拿到这个样品穿起来的时候，怎么觉得好像有点没穿裤子的感觉，完全没有那种穿上裤子后那种束缚的感觉。哦，真的很厉害哦，可以保持一个蛮好看的微宽版型，然后搭配你的休闲的衣服，然后又可以保持它的机能性，跨度很大。不管你去登山，还是你要去运动、打篮球，你现在这个状况突然来打个篮球、打个羽毛球、打个网球，其实都不会因为你穿的这个裤子看起来很挺而造成你的这个运动表现不佳。所以这个裤子就是很舒服啦。今天跟太太穿这个出来，就是很凉爽，然后很舒服。那个非常chill的一个下午，
好，那大家应该有发现我这个裤子换了颜色哈，因为一开始我穿的是浅绿色，那个是比较大地色，我蛮喜欢那件裤子的。那这个呢是有点浅灰色，哦，灰色的，那它就比较百搭，就跟其他的衣服的颜色就比较容易搭在一起。然后它还有黑色的，那就是 Kelly 穿的那一个，它就是比较低调。有人就是喜欢穿黑嘛，黑白，这也是一个风格。总共有3种颜色，然后有不同的 size。像我身高172的话呢，我是穿 large size 的，好 L 号的，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金铜车站是一个无人车站哦，也就是说没有人管理啊，就是说你自己出入车站的时候自己刷那个悠游卡。所以呢，我跟 Kelly 就在这个空无一人的月台上面漫步，享受一下夜晚的微风。禁止通行，不然的话会罚几元以下罚款，我记得应该是1万到4万。哦，禁止行人通行。但是呢，那边有一个观景台咖啡，我就想问说，跨越要怎么过去？这铁轨从这边到那边，不跨越要怎么走过去？观景台咖啡应该就是从这边一直到那里，可以走到上面去。可能哈，这个罚则就是罚能够找得到身份的人啊，类似 YouTuber。好的，那今天呢，趁着这个风和日丽啊，我跟 Kelly 又再次来到上次没来的菱角车站，我们要去这个菱角瀑布。我看地图上应该是往这一边，这边有一个那个停车场啊。不过我现在来到现场看到是要清洁费的，100块哦一次的，然后它可以折抵消费50，因为里面有一个咖啡厅，所以这等于是私人的停车场。所以大家如果开车来也可以停这边。好，那来这边其实当然还是骑车最方便啦，这边有很多的机车骑士都过来这边停。哇，中秋节已经过了，还这么热，很奇妙。这里是菱角社区活动中心，应该是从旁边过。哦，它月台是不能跨越过来的哦，所以要走活动中心这一边。哇，都已经过中秋节了，大家看这个天气还是这么好，太阳还是这么大，还是这么热哈。所以我跟 Kelly 呢，刚好今天穿短裤过来，还是觉得蛮不错的。好，真的是走一下下而已，就到了这个牌子，往菱角瀑布哦。那我们就下去吧。这里应该本来有一些东西，瓷砖还是什么，他把它敲掉了。哦，反而不好走。有瓷砖可能会滑啦，但是他这样敲掉，应该要做另外再弄过。走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点，就会卡卡的。要不然就这种就最传统最好走啊。瀑布的声音已经很明显了，就在前面而已。然后这边的路变成这种传统的山径哈。哦，到了，人家说3分钟就会走到，但其实我觉得从火车站走过来应该是要5分钟。哇，还不错哎。菱角瀑布。你有靠近一点吗？啊？你有靠近一点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要展示它的跨度很大，这个裤子很轻松。菱角瀑布第一次来，虽然每次都骑车从上面经过。菱角瀑布还不错，又近又好看，就是蚊子太多。对，建议大家来一定要防蚊液，因为它水边很容易长蚊子。临时光咖啡厅在滴水观音左边。临时光咖啡厅感觉不太好找。
的确不太好找啊，因为它在菱角车站往后面山里面走，还要1公里的距离啊。我真的觉得有点好奇，到底谁会走那么远的距离过去那边喝咖啡呢？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锅巴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安妞。